我们这2周3周啊，教了几个那个单换掌的换掌式哈，从第1个、第2个、第3个，然后到这个2个，你能不能把它串起来？把它串起来，从第1个最简单的串到这边来。八卦拳的动作啊，八卦拳的东西啊，全部都有相关性，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系统，它每个动作都有相关性，你都可以串，所以它的变化从哪来的？它的变化就从这边来的，每一个动作的相关性，所以每一个动作它可以纵横联络。它都可以相互串，所以你们想想看，你们摸摸看，试试看，能不能从当初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啊，从这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2个是那个，第3个是什么？第3个是这个，是吧？然后到今天的这2个，你能不能把它串联起来？就像你们练到双换掌的换掌式，下穿掌串联什么？串联换掌式是串联侧掌，是不是？侧掌又可以串联什么？串联回下穿掌，下穿掌可以串联到什么？串联到侧掌，再串联到换掌式，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可以相互串的。你从中间串也行，你从换掌式里面任何一个地方串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掌也可以，晓得吗？你们现在先不搞那么复杂，你先想想看，你不一定要很认真的做，可是你去想想看它的动作，你能不能把它串起来？是靠什么？是靠劲，是靠那个流动的劲来串联。所以它每一个动作虽然动作不一样，可是它那个流动的劲的路线它一定是在一个同一个方式上面流动的你说太极拳也可以，太极拳所有的动作都可以串联在什么上面？都可以用什么来串联？都可以用什么来串联？我以前对，都可以用这种圈，这个方向的圈，或者是这个圈。太极拳里面的每一式，你都可以用这个圈来做串联到掤，可以这个圈做串联，这个圈来做串联，这个圈来做串联，到这边就是白鹤亮翅这个圈来做串联，变成比方搂膝袄步倒撵猴，都是在这个圈上面，所以这个圈这个方向的圈逆时针的圈跟顺时针的圈，这2种圈可以串联太极拳。我说的是阳式太极拳里面的任何招式，你任何招式停下来，你要转接到另外一个，不是套路里面的顺序，你要转接到另外一个的话，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圈，不一定要把这个圈做完，不一定把这个圈做完，你只要回到这个圈上面去，每个招式都可以回到这个圈上面来，晓得吗？我这个圈做一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我这个圈做一半就变成这个，我这个圈做一半，你看变成这个，我这个圈做一半变成这个。
所以它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从这个圈上面的任何一个点去启动它。所以有系统的拳就是这样，它的招式不是凌乱的，它不是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不是的，它所有的招式都是根据一个主要的逻辑，或者一个主要的动力的方式、流动的方式来做组合，它是从这个东西发展出去的。所以太极拳的圈衍生不出来八卦拳的动作，八卦拳的动作也衍生不出来太极拳的八卦拳的劲的方式，也衍生不出来太极拳的招式。你必须要回到他的圈来我要从这个做出八卦的动作，我必须什么？我必须要回到这种来，我要回到这个样子的力线来。我八卦的动作，你们做这些东西，拧转，你要做变到太极拳，你要回到它这个圈来，你要回到这个圈来，晓得吗？它变成一种轨道，转换到另外一种轨道去了，从半径的螺旋的半径转换到圆周。那你形意拳更简单啦。你形意拳，你所有的东西，你回到三体式来，它都是用三体式来做一个转，来做一个转换所以有系统的拳都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像学散手打斗，你练这个动作，你练这个动作，再练那个动作，它们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他们之间没有关联性当你去训练不同的动作，他们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话，你的身体就被它切割开了。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身体的力的流动就没有关联性。你用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这样子用，你用那个动作是那样用，他们之间没有串联。这样不懂？这就是有系统的东西跟没有系统的东西一个很大的差别好，还有一点时间，你们去试试看，可以把它串起来吗？谁刚才有串起来？你有没有串起来？没有。不要太谦虚啊！你有没有串？没有吗？那个，我相信那个事情。他相信你你们都太谦虚了。实话呢？没有吗？哎呦，伤脑筋。凤一呢？还没很好串呐相信我他串联，他一定要把一个动作做完，还是可以在中间先做完？你们要串联，就是你要体会到里面的力量，要体会到里面的力量。洪哲呢？自己想，不知道对不对？来试试看。但是只有几个招。我看看嘛，你到前面去。要用换掌试试还是？不是啦，我们练这2-3个礼拜练，那还没有想到。不是想的啊，真是。好，静美来试试看吧。很多人选你啊。来啦！
走直线啊。本来就走直线啊，因为3个动作都是直线。这几个动作全都是直线嘛，对呀、这是第一个嘛？对对然后这是第二个。对对，然后第3个。连续的力量不要断。然后我们今对天做的。对，所以很简单呐、然后还有另外。再来，对还有另外一个。对对，然后再回到这个了嘛，再回来了嘛，就这样子啊，很简单呐、哦，换掌姿势是这样。就是力量不要断就好了，力量不要断就对了。所以他把一个单独的动作，因为力量没有变嘛，所以他把一个单独的动作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一连串的动作了，因为它力量没变，力量的方向没有变，听不懂？很简单吧？凤一试试看，力量不要断。很好，很好，对，很好，对，力量不要走，对，很好。对，很好，再回到推掌，很好。静美刚才那个是休闲版啊，这个比较它的力量的连结啊，力量的连结就很明显了。而且它打破了我原来讲的1、2、3、4、5的那个顺序，你可以随便接，你可以完了以后1、2、3又回到1，然后接4，然后回到2，然后接5，然后你可以随便跳，所以这几个动作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接，它就不是一个刻板的东西了。这个里面就出来什么？就出来了，你去练这个东西，把它拆开连结，这里面你就出来什么？出来那种变化的感觉了，变化的感觉就出来了，晓得吗？它就不是一个刻板的东西了所以这些东西你们平常都可以去玩。你觉得太累，你可以不要力量不要用那么足，可是你就去玩它那个力量的方向性。只要力量没有断，我的身体可以怎么变？力量没断，我的身体可以怎么变？力量没断，我的身体可以怎么变？力量没断，我的身体可以怎么变？都是那个力量。你力量可以走直，然后我到直了以后，我可以走曲。我可以走曲了，把那个力量换方向了，所以八卦拳才可以什么连续不断，跟太极拳一样。太极拳我说了，它都在这个圆的上面，所以你可以任何式子，你可以随便串，随便接。你如果练了太极拳，你不管是37式、84式，还是我们的110式、108式。你如果只能照着顺序练，你不能把它拆开串接，你就把拳练死了。就像你念书，你只能背从头背到尾，中间叫你停，然后再继续，你还是要从头到尾，那就把书练死了。练拳也是这个样子的，晓得吗？
你把一套东西练熟了，打散，它是不是能够串？但你先要练熟哦，你不能没练熟你就跳到，因为你没掌握到它的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这样问懂啊？这个是很好玩的啊！所以当我们应急的时候，我的身体怎么会这样子变？你怎么会出来那个招式？都是从这些地方出来，这就是八卦拳的训练方法，这就是他的训练方法。啊，你们还有几分钟？你们每个人去试试看，随便你串。